众朋友大家好啊！酷台科55瓦自带线充电宝测试部分的视频来了，来晚了，但是只要这个产品还在售卖的状态，咱们的视频就不会过时。产品的测试数据做出来，就可以为老铁们购买做一个参考。即使你买了，也可以让你对这个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大家说对不对？喜欢我视频的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你们想看，我会尽最大努力的安排。做自媒体很费钱，做我们这种测拆更费钱。老铁们多懂得入不敷出啊！话不多说了，我们先开箱。这个充电宝还是酷台科经典的灰色包装，酷台科经典的蓝色标识，酷台科自带线2万毫安充电宝，充电宝的概念图片，盒子背面充电宝的规格信息，充电宝4种颜色的配色，条码信息。我们直接打开盒子，内部还有一个白颜色的纸盒，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产品的中英文说明书，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这个充电宝本体，我这个是银滩白色，正面酷台科的标识，2万毫安的标识。灰色的有防滑纹理的一个底盖，这里有74瓦时可以上飞机的一个标识，顶部黑色、蓝色加白色3种颜色错色的一个设计。这一个是功能按键，旁边是数码管显示区域，用来显示电量，还有2个充电口，一个 A 口，一个 C 口。C 口内部的舌片还是经典的蓝色， A 口内部黑色的，侧面有线条纹理的设计。这个自带线是卡上去的，往下面一推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自带线主打的就是方便，不用的时候按在这里往上一拉就卡上去了。这个充电宝2万毫安，个头还是很大的啊。充电宝脸包装盒555克，单充电宝重量498.5克，也就是1斤的重量。充电宝的宽度72毫米，厚度29毫米，充电宝的长度大约是162毫米，这根自带线的长度大约是175毫米。这就是充电宝的一个简单的外观介绍。充电宝的侧面写着它的规格信息，酷台科电能快自带线2万毫安，产品型号 PB200N， 电池种类锂离子聚合物电池。输入参数 Type-C 一口最高输入20伏2安40瓦，自带线输入最高功率20伏2安也是40瓦，多口输出总功率不能超过15瓦5伏3安。Type-C 一口输出最高功率是5至11伏5安55瓦，自带线口输出参数也是跟 Type-C 一口是一样的。USB-A 口输出功率最高是33瓦，电池的额定能量是74瓦时，额定容量是11000瓦时，5伏3安的状态。我们后面测试会测试到。制造商信息：南京酷台科有限公司，请勿靠近火源。循环锂电池的标识，3C 认证，请勿扔向垃圾桶。这个循环5年，这个是代表5年内不会有有毒物质泄露出来。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是自带线口的快充协议检测，酷台科家的产品一直就是精简协议啊，为的就是更好的兼容现在的手机。这个自带线口支持 QC 3.0 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这个是高通的。然后就是 PD 3.0 的45瓦，小米私有协议的55瓦。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是5个， PBS 的档位也有2个，一个5至11伏5安，一个5至20伏的 2.5安，这个是很不错的啊。然后 DCP App 2.4 2个基础协议。现在是 Type-C 口的快充协议检测，这个检测出来跟自带线口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高通 QC 3.0 的是一样的， PD 3.0 45瓦，小米的私有协议这个显示的是50瓦，固定档位是一样的。 PBS 这个5至11伏它变成了3安，5至20伏 2.5安是一样的。然后 DCP App 2.4 2个基础协议。现在是 USB-A 口的快充协议检测，这个 A 口的协议就相当的丰富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融合快充33瓦，高通 QC 3.0 跟前面是一样的，华为的 FCP 最高18瓦，华为的 SCP 协议最高25瓦，三星的 AFC 也是18瓦，然后下面 DCP 和 App 2.4 2个基础协议。这样测试下来的话，这个快充的兼容性肯定是很不错的啊。小米家的设备这个是不用测的，肯定是100%支持的，酷台科属于米家的生态链企业。快充协议兼容性，我们从荣耀手机开始。首先是自带线口，直接启动 Max 50瓦的快充，真实功率一直攀升到43瓦左右，这个功率很不错了啊。然后就是 Type-C 口，这个 Type-C 口刚才检测没有 SCP 啊，这个是启动的 SCP 的25瓦的协议啊。我找来一根短线，这样插上去的话，就可以启动 Max 50瓦的快充。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把线材换一下，可能有线材的原因啊，这个快充启动不了。真实功率一样的跑到了44瓦左右啊，非常高的功率。
华为手机的兼容性，我们用荣耀60来测试。首先自带线口，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的话就启动不了啊。然后就是 Type-C 口，没有快充标识，功率也是起不来的啊。然后 USB-A 口，超级快充开启，真实功率保到20瓦左右。华为的一个公版的22.5瓦协议。然后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真我手机，24年下半年以后的产品，可以支持 PPS， 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首先我们来看自带线口。PPS 已经启动了，起始功率在26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来看 Type-C 口，同样的是启动了 PP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26.7瓦。现在是 USB-A 口 ，UFCS 融合快充已经启动了啊，起始功率也是在26.7瓦的样子。这个充电宝的协议设置对于绿厂的手机的话非常的友好啊，两个 C 口都可以用 PPS。24年以前的设备能够支持融合快充的，直接用 A 口来充，融合快充也可以启动。这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PPS 和融合快充都是可以支持的。我们先来看自带线口 ，vivo 的闪充标识开启 ，PPS 功率已经启动啊，这个功率挺高的，也可以跑到40多瓦，47瓦了。然后我们再来看 Type-C 口，同样的闪充标识开启，真实功率也是标的非常高的，46瓦左右。USB-A 口，闪充标识开启，融合快充启动，起始功率25瓦左右，没有问题的。三星的 Note 10加，我们来看能不能开启快充 2.0。首先是自带线口，超快充电 2.0 已开启，这里显示的是28瓦，新款的话功率会更高啊。Type-C 口一样的快充 2.0， 功率也是显示的 PD 3.0 的28瓦，这个已经启动了 PPS 啊。然后 USB-A 口只能显示正在快速充电，这个是走的三星的 AFC 快充。这个新充电宝还有32个电量，把这个电给它放完，进行5次充放电。5次充电，我们全部用酷派克的这个65瓦的充电器来给它进行充电。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电已完成，这一次充电电量是 79.20 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19分钟。这个充电过程咱们监测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最高的温度是 40.7 度。这个充电宝第一次放电的话是放出 55.49 瓦时的能量，放电时间1个小时50分钟。第一次放电是20伏 2.25 安45瓦的功率放的电，这个放电过程一共停了2次，这2次停止输出，表面温度都是在44度左右。我测了一下，它的核心温度已经到60度了，就证明这个充电宝的过温保护是设定在60度的。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78.37 瓦时，充电时间3个小时09分钟。这个充电宝第二次放电已完成，这一次放电是用的15伏3安45瓦的功率来进行放的电，这一次放出电量是 57.30 瓦时，放电时间1个小时48分钟，整个放电的过程停了2次。这个充电宝第三次充放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电量是 81.17 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08分钟。放电的话，这一次是用的12伏3安36瓦的功率来放的电，一共放出 63.44 瓦时，放电时间1小时45分钟，整个放电过程中间停了1次。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放电已完成，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84.99 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19分钟。这一次放电的话是用的9伏3安27瓦的功率来放的电，全程一次性放完的，一共放出 64.92 瓦时，放电时间2小时24分钟。我们最后一次放电的话就是5伏3安长时间的放电。这个酷派克55瓦自带线充电宝最后一次放电啊，这一次充电是充进去 86.46 瓦时，充电时间3小时20分钟。这一次长时间放电一共放出 66.94 瓦时，放电时间4小时26分钟，一共放出容量是 13,384 毫安，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11000毫安5伏3安，我们比它放出多了2000多毫安的容量出来啊，多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55瓦自带线充电宝经过5次充放电循环，按照我们实际充放电的数据测算出来，它的转换效率为 74.8%， 按照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值74瓦时换算出来，它的平均的转换效率为 83.2%。 5次循环这样测出来的数据是比较准确的，我们不会单独的去看某一个瓦数的转换效率，这个没有意义啊。数据测试出来就是给大家做参考，好的产品是不怕我们来测试的。这个充电宝的电量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我们现在就是看它实际的给手机充电能够充几部手机。这一次我录了一个自充的曲线图，还是用的酷派克的65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的电。这个自充曲线图起始功率是32瓦，充到 80% 的时候功率是38瓦，逐渐上升功率的一个模式啊，然后逐渐的又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3小时21分钟时间。这部小米手机它是67瓦的功率，我们用它来充一次电。这部手机的电池是5000毫安的电池啊，目前电量还有2%，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个红米手机电已经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的峰值功率是44瓦功率啊，只有20秒时间。后面降到40瓦功率，充了5分钟。再就是33瓦功率，充了2分钟左右。然后降到27瓦的功率，充了8分钟左右。后面就是23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80%，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充到90%，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再充电。整个充电时间也可以说是完整的啊，一共花了1小时05分钟，速度也算是可以吧。充这个红米手机耗了31%的电量。我们再拿一部手机过来充电，这个荣耀100也是5000毫安的电池，目前电量还有9%，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吧。这部手机电已经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3个高功率阶段，43瓦的功率持续4分钟时间，36瓦的功率也是持续4分钟时间，然后33瓦的功率也是持续了4分钟时间。后面的话就是降到3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充到90%，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从9%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41分钟时间。PPS 50瓦的功率，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充满这个手机还有36%的电量。我们用这一个 OPPO 的 A3 Pro 来采集它的 UFCS 融合快充的充电数据。这部手机的电池容量也是5000毫安。目前这个手机还有4%的电量，我们直接充电。这个 OPPO 手机电已经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刚开始的时候功率是25瓦，10分钟的时候变成26瓦，然后一下子功率就掉下来了啊，然后变成了21瓦的功率，然后逐渐的上升功率再充电。后面还有几个锯齿形的波动，咱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充到90%，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整个充电时间一共花了1个小时。这个功率如果不波动的话，应该要不了1个小时就充满了啊。充满这部手机还有6个电量，3部5000毫安的手机，总容量是15000毫安。这个充电宝把3部手机都充满了，这样的充电效果大家满意不？现在咱们对这个充电宝进行最后一个测试，就是它的文波测试，看看这个充电宝会不会继续延续酷派克的极品文波的表现啊。首先我们来测试它的自带线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3.7 毫伏，平均文波在 19.2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1.7 毫伏，平均文波 22.1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0.5 毫伏，平均文波 33.1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57.3 毫伏，平均文波 42.4 毫伏左右。20伏 2.25 安自带线最高功率45瓦，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7.7 毫伏，平均文波 47.1 毫伏左右。现在我们来测试 C1 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4.1 毫伏，平均文波 21.1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4.5 毫伏，平均文波 27.8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8.6 毫伏，平均文波 32.5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59.9 毫伏，平均文波40毫伏左右。20伏 2.25 安45瓦最高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75毫伏，平均文波 62.3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 A 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1.7 毫伏，平均文波 17.7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40毫伏，平均文波 33.4 毫伏左右。12伏 2.5 安3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6.9 毫伏，平均文波 35.7 毫伏左右。各位兄弟们，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数据都测出来了，这个文波表现大家满意吗？这个酷派克自带线55瓦2万毫安的充电宝测试部分的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兄弟们，这个充电宝是你的菜吗？实测容量13000多毫安，比它标称的高出了2000多毫安，充满3部5000毫安的手机绰绰有余啊！文波表现一如既往的优秀，符合酷派克高水准的风格啊！我只负责把数据全部测出来，至于怎么选，你们自己决定。内部用料咋样？大家持续关注我，我会对它做彻底分解，电路、元器件都会展示给大家看。喜欢咱们这种硬核风格的，记得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